总算过了通灵者那一关。克莱恩吐出口浊气，慢悠悠转身，边享受着夜晚的宁静和舒爽的凉风，边踱步靠近公寓门口。他掏出钥匙插入进去，轻缓扭动，让夹杂着绯红的黑色随着吱呀之声而扩大。行走在无人的楼梯，呼吸着冷冽的空气，克莱恩莫名有了种比别人多出几个小时人生的奇妙感受，以至于脚步都变得轻快。他保持着类似的心态，打开了自家的房门，可还未迈步走入，就看见书桌前方的黑暗里静静坐着一道身影，黑发玉红，褐瞳明亮，面容清秀，俨然便是梅丽莎·莫雷蒂。克莱恩，你去哪里了？梅丽莎眉头舒展开来，疑惑问道。不等克莱恩回答，他又补充了一句，似乎要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逻辑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刚才起来去盥洗室，发现你不在家里。克莱恩有着丰富的欺骗家长的经验，脑筋一转，不慌不忙地苦笑回答：我醒了一次之后就有点睡不着了，想着这样浪费时间，不如锻炼一下，就出去跑了几圈。你看，一身的汗水。他脱掉外套，半转身体，指着背部。梅丽莎站起身，不甚在意地瞧了一眼，斟酌了几秒钟道：克莱恩，其实你不用有太大压力，你肯定能通过廷根大学的面试。就算不行，我是说如果，你也能找到更好的。我都没考虑过面试的事情。克莱恩点头道：我明白。他没说自己已经拿到了一个 offer， 因为还没考虑清楚要不要去。梅丽莎深深看了他一眼，忽地转身，小跑步进了里间，拿出一个由齿轮、锈铁、弹簧和发条等拼凑成的乌龟状物品。快速扭紧发条，梅丽莎将这物品放在了书桌上。那乌龟一跳一走，很有节律，让人不由自主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他身上。感觉烦恼的时候，看着它这么动一动，会舒服很多。我最近经常这样，很有效的。克莱恩，你试一试。梅丽莎眸光明亮地邀请道。克莱恩没拒绝妹妹的好意，凑近看着那乌龟，等到她停止才笑道：简单和规律确实能带来放松。不等梅丽莎再说，他指着乌龟随口问道：自己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我怎么不知道？我用学校不要的材料和路上捡到的东西做的，前2天才弄好。梅丽莎表情如常，嘴角翘了几分。很厉害呀。克莱恩由衷赞道。作为一名在机械方面动手能力差的男孩子，他小时候拼个四驱车都要死要活。梅丽莎下巴微抬，眼睛略弯，语气平淡地回答：还好还好。过分的谦虚是坏品格。克莱恩轻笑道：这只是乌龟吧？房间内的气氛突然沉凝了一下，梅丽莎的嗓音悠悠，如同绯红轻纱般响起：它是人偶。人偶？克莱恩尴尬一笑，强行解释道：材料的问题，还是太简陋了。紧接着他转移了话题：你怎么会半夜去盥洗室？里面有马桶啊，而且你不是擅长一觉睡到天亮吗？梅丽莎一下怔住，过了几秒才张开嘴巴准备解释。就在这时，她胸腹间传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剧烈消化声。我再去睡会儿。她一把抓起乌龟状的人偶，小跑回了里间，关上了房门。啊，原来是昨天晚餐太好，吃的太多，肠胃不适应了呀。克莱恩摇头失笑，缓步走到书桌前，无声坐于椅子上，就着从乌云背后钻出的绯红之月，安静思考起邓恩·史密斯的邀请。
做职业者队伍的文职人员坏处非常明显。作为穿越人员，神秘聚会的发起人愚者自己身上有着不少的秘密。长期晃荡于黑夜女神教会专门处理超凡事件的队伍眼皮底下，风险不小。只要加入邓恩·史密斯他们，自己的目标肯定会是成为非凡者，以此掩盖从聚会里获得的好处。而成为正式成员，自由必定会受到限制，就像文职人员离开停更都要申报一样，不能想去哪里去哪里，想做什么做什么，会错过很多机会。职业者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一旦有任务，只能等待安排，接受命令，无法拒绝。非凡者有失控的风险。将坏处在脑海一一列出，克莱恩转而考虑必要性和其中的好处。从转运仪式等遭遇看，自己不会是邓恩口中80%的幸运儿，后续必然会有诡异的事件落到身上，充满危险。只有成为非凡者或者加入职业人，才具备抗衡的能力。想成为非凡者，光靠聚会是办不到的。魔药配方问题不大，可对应的材料从哪里寻找，怎么获取，如何调制，以及非凡者日常修行的常识，自己都存在严重的障碍。不可能事事都问正义和倒吊人，物物都找他们换取。这不仅会损害愚者的形象，让对方怀疑，而且还没那么多的时间交流如此细碎的问题。同样的，自身也拿不出什么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另外，更多的物质来往会留下现实身份的痕迹，到时候线上纠纷转成线下冲突就麻烦大了。而加入职业者，必然能接触到神秘世界的常识和相关的渠道，积累起足够多的对应人脉，以此为支点，方能撬动聚会，从正义和倒吊人那里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反向则又提升现实状态，获得更多的资源，形成良性循环。当然，也可以去找加入邓恩口中吐露的心理炼金会这种被各大教会压制围杀的组织，可成为他们的一员，同样会失去自由，甚至时刻得担惊受怕。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自己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即使从倒吊人口中套出了对应情报，贸贸然接触也会有生命危险。成为文职人员，还有缓冲和退出的机会。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职业者身份或许是更好的保护色。等到将来成为仲裁庭的高层，谁能想到自己是个异端，是隐秘组织的幕后黑手。晨曦照耀，绯红隐去，望着天边的金黄，克莱恩下定了决心，今天就去找邓恩·史密斯，成为职业者的文职人员。你没睡？这时梅丽莎重又起床，推门出来，诧异看到哥哥在没有形象的伸懒腰。想些事情。克莱恩露出微笑，一身的轻松。梅丽莎沉吟了一下，道：遇到困扰，我会一条一条地列出坏和好两个方面的内容，列完后再比较一下，就能得到应该怎么做的提示了。好习惯，我也是这么做的。克莱恩含笑以对。梅丽莎神情舒展，没再多说，拿上泛黄的大张纸和洗漱物品，前往公用盥洗室。等到用过早餐，妹妹离开，克莱恩没急着出门，心情不错地补了个眠，因为据他了解，几乎所有酒馆上午都是不开门的。下午2点，他用小刷子和手帕将礼帽的褶皱抚平，肮脏弄去，让它恢复了整洁，然后一袭正装出门，就像去参加面试。贝西克街有点远，克莱恩怕错过了职业者的上班时间，没有步行过去，
而是在铁十字街街口等待公共马车的到来。在鲁恩王国，公共马车共分为2种，无轨和有轨。前者由2匹马拉着，算上车厢顶部能坐20来个人，只有大致路线，不设具体站点，灵活运营，随叫随停，除非客满。后者由轨道马车公司运营，现在主要街道铺设类似铁轨的装置，马匹走在内侧，车轮转动于上，轻松而省力，所以能拉更大的双层车厢，乘坐接近50位客人。唯一的问题是路线固定，站点固定，很多地方去不了，较为呆板。过了10来分钟，车轮撞击轨道的声音由远及近，一辆双层马车停在了铁十字街的站点前。去贝西克街。克莱恩对车夫说道：“你得去香槟街转，不过到了那里，走去贝西克街只要10分钟左右。”车夫解释着路线问题。那就去香槟街。克莱恩点头认同。超过4公里了，4便士。车夫旁边一个脸庞白净的青年摊出手道：“他是负责收钱的工作人员。”好的。克莱恩从兜里掏出4个铜便士递给了对方。他走上马车，发现乘坐者并不多，即使第1层也还有好几个空位。身上只有3便士了，回来得靠走了呀。克莱恩按了下帽子，稳稳坐好。在这一层的男士女士们都是正装端坐，也有穿工作服和悠闲看报纸的，但几乎没什么人说话，相当安静。克莱恩闭上眼睛，养精蓄锐，没去管身边乘客的来来往往。一站一站又一站，他终于听到了香槟街这几个单词。下了马车，沿途打听，他很快来到贝西克街，看见了画着棕黄猎犬标志的酒馆。克莱恩伸出右手，用力推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喧嚣的声音和浮躁的热浪奔涌而来。虽然还是下午，但酒馆里已经有了不少顾客，他们有的是临时工人，在这里寻觅机会，等待着被雇佣，有的则无所事事，用酒精麻痹自己。酒馆里面颇为昏暗，中央竖着2个大的铁笼子，下面1/3深入地面，没留空隙。人们拿着木质酒杯围在旁边，时而大声讨论，时而咒骂欢笑。克莱恩好奇看了一眼，发现里面关着2条狗，一只黑白相间，和地球的哈士奇相像，一只通体漆黑，毛光水亮，健壮凶悍。要压住吗？道哥这段时间已经连赢8场了。一个戴着棕色软帽的矮小男子靠近过来，指着那条黑狗说道：“压住。”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醒悟，斗狗。在霍伊大学时，那些贵族学生和有钱人家子弟总会轻蔑而好奇地问自己，问粗鲁的工人、无业的流氓是不是喜欢在酒馆里参与拳击和赌博。赌博的项目除了拳击、纸牌外，是不是还包含着斗鸡、斗狗等残忍血腥的项目？那矮小男子嗤笑道：“先生，我们是文明人，不会做这种不体面的事情。”说到这里，他小声嘟囔道：“而且去年还出台法律禁止了这些事情。”那你们是在压住什么？克莱恩一时好奇，看谁是好猎手。矮小男子刚刚说完，场中就是一阵轰动。他转头看了一眼，兴奋摆手道：“嘿嘿，这一场开始了，不能下注了，你等下一场吧。”克莱恩闻言，踮起脚尖，抬高脑袋，极目望去，看见2条壮汉各自拖着一个麻袋来到铁笼旁边，打开牢门，将里面的事物倾倒了进去。那是一只灰色的恶心的动物。克莱恩仔细辨认，发现竟然是老鼠，几十上百只老鼠。因为铁笼下方深入地底，没有空隙，老鼠们四处乱窜，却逃不出去。这个时候，随着笼门的关闭，2条狗的铁链被解开，黑狗扑了过去，一口咬死了一只老鼠。
那黑白相间的狗先是一脸懵逼，接着兴奋地和老鼠们玩了起来。周围的人们或举着酒杯专注凝望，或大声嚷嚷道：好，弄死他，干死他，咬死他，老哥，老哥，老哥，真他妈狗抓耗子！克莱恩醒悟过来，嘴角抽搐不已。这里的赌博项目竟然只是压哪条狗抓的老鼠更多，或许还能压具体几只。难怪铁十字街那边一直有人收购活老鼠，还真有特色。克莱恩摇了摇头，好笑退开，从边缘绕过挤一块的游客们，来到了吧台前方。酒保边擦杯子边抬头看了他一眼。新面孔，黑麦啤酒1便士1杯，恩马特啤酒2便士，南威尔啤酒4便士，或者你想来一杯纯麦芽酿的朗奇？我来找莱特先生。克莱恩直截了当地开口。酒保吹了声口哨，对旁边喊道：老头儿，有人找你。谁呀？一道含含糊糊的嗓音冒出，吧台后面站起了一个醉醺醺的老者。他揉了揉眼睛，看向克莱恩道：小伙子，你找我？莱特先生，我想雇个佣兵小队做任务。克莱恩按照邓恩的吩咐回答道：佣兵小队？你活在冒险故事里吗？早就没这东西了。酒保插嘴笑道。莱特沉默了几秒钟道：谁告诉你来这里找的？邓恩史密斯。克莱恩如实回答。莱特顿时呵呵发笑。我明白了。其实佣兵小队还存在的，只是换了个形式，换了一个更贴近现在社会的名字。你去佐特兰街36号2楼可以找到一个。谢谢你。克莱恩诚恳道谢，转身挤出了酒吧。他临出门前，围在一块的酒客们突然安静了下来，只剩一阵喃喃低语。道哥竟然输了！输了。克莱恩好笑摇头，快步离开，问路到了附近的佐特兰街。30、32、34，这里。他数着门牌号走进了楼梯，绕过拐角，逐街往上。他看见了竖直的招牌，看见了所谓佣兵小队现在的名字——黑荆棘安保公司。